我一直都很想要重新整修我的老房子，可是我就是没有钱。我决定每天睡前，结果在2个星期内，原来我继承了$7000。Hello， 我是 BB，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假设法则 （Law of Assumption）。如果你想要显化梦想的话，一定要知道假设法则。假设法则呢，是上个世纪的显化大师 Neville Goddard 所教导的内容。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显化大师，因为他教的东西真的是太赞了。最近他的书终于有翻成中文咯，就是这一本《显化成真的关键》，原文是 The Law and the Promise。这一本非常有名，因为它里面有超多精彩的成功案例，都是他的学生的。那些学生都超级厉害，显化一些很强的东西。看完你真的会觉得人生充满希望。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。Neville Goddard 教我们要用想象力创造实相，因为现实是想象出来的。这个 3D 世界其实是想象力的产物。我们虽然会觉得这个 3D 世界好像硬邦邦的，好像每件事情都不可以改变一样，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想象力改变它哦。你的想象力就是神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力量，可以创造我们要的实相。当你在想象的时候呢，要尽量用你的感官去感觉，看见、听见跟感觉还有情绪都是你的感觉的一部分。当你的愿望成真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怎么样呢？你会看到怎么样的场景呢？你会说些怎么样的话呢？当你已经是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时候，你的想法会变成怎么样呢？你会做些什么事呢？Neville Goddard 非常推荐你可以在每天睡觉之前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因为在睡觉之前，我们的脑波会进入一个阿法波的状态。阿法波就是介在意识跟潜意识中间，就是意识跟潜意识的桥梁啦。所以你在那个时候的想象都可以比较顺利的传给潜意识，让潜意识去帮助你达成愿望哦。当然除了晚上以外，如果你想要在早上或者是任何你有空的时间想象，也是没问题的。那我们直接来看怎么应用吧。有一个 Neville Goddard 的学生写信给他，他说，我一直都很想要重新整修我的老房子，我一直都很想要重新粉刷围墙的外观，我也想要重新装潢室内，可是我就是没有钱。我听见你的教导之后，我决定要开始利用想象力。我想象我的房子已经粉刷得非常的漂亮，里面还有很多新的家具跟摆设。在我的想象里面，我已经走进了我新装潢好的家。我绕着外墙走一圈，看见粉刷好的外墙非常美丽，室内摆设也非常漂亮。而且在想象中，我递了一张支票给承包商。我每天都会想象这个场景，我每天都会进入我已经装潢好的家，我每天都会尽可能的想象很多次，而且每天晚上睡前也一定会想象一次。结果在2个星期内，我收到了来自伦敦劳工社的挂号信，原来我继承了$7000，而且是来自一位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女士。大约在40年前我曾经认识她的哥哥，我们是点头之交。而15年前呢，她的哥哥在我的国家去世，那时候我有给他一点点小帮助。他曾经写信来问有关于他哥哥去世的细节，我也告诉了他。自从那次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后，他还记得我，而且给了我$7000的支票。这可以让我整修房子之外，还可以买许多我需要的东西，真的很感动耶。所以你在想象中要看见你愿望已经实现的场景哦。那很多人会问说，是要用第一人称看还是第三人称呢？其实是要用第一人称看哦，就有点像是 VR 的游戏一样，你是看不到自己的，你就是看得到你看见的画面这样子。第二点就是要活在最终场景，活在最终场景是实现愿望最快的方法哦。当你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东西，那你现在会怎么想怎么做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其实当你已经实现梦想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再去烦恼这件事情的，因为你的梦想已经实现啦，所以何必去烦恼它呢？所以我们要摒除的就是这种烦恼的感觉，不要再去烦恼这件事情了，而且要坚信它已经是你的了。这是一种很强大的信念，它不是假装哦，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这就是假装我已经有了吗？是一种装吗？那假装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，没有，它是一种坚信，相信已经有了，是一种很有自信的感觉。那我也建议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有什么了，因为旁边的人真的会觉得你很奇怪。那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显化嘛，会觉得说你怎么还没有就说你已经有了嘞？怎么还不是你就说你已经是了嘞？就觉得很奇怪。
所以我是建议真的不要告诉别人，你自己觉得很有自信，你相信一定会实现，那就够了。来讲这个我非常喜欢的故事。这个人写信给 Nevergarden， 她是个女生，她说去年8月啊，在一次相亲中，我遇到了我想要结婚的人，他完全符合我的理想型，遇到他的那一天如此的梦幻啊。后来经过了2天，我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搬家，而且在2个星期内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啊也搬离了这个城市，我就发现我没有那个人的联络电话啊，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我也没有他的联络方式啊，这个男生我们就叫他陈先生好了，我也没有他的联络方式啊，而且我已经搬家了，他也不知道我住在哪里啊。唉，我真的非常难过，失去了他的联络方式。虽然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约会对象，可是我真的忘不了他。有一次你教导我们要修正我们的一天，就是呢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去修正你白天不喜欢的场景，把它变成你喜欢的场景。我就决定每天都要来修正我的一天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就感觉自己是躺在一张不同的床上面，我感觉我是在自己的家里面，我是一个已婚女性，而不是住在雅房的单身女性。在我的想象里面，我不停地转动无名指上面的婚戒，欣赏它。我跟自己说，太棒了，我已经是陈太太了。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。之后长达1个月的时间，我每天都会这样想象哦。结果在10月初，他找到我了。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联络方式，我们就约会了第2次。我知道我的显化已经开始了，但那时候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我也还不太确定他对我的感觉。而你告诉我们，一定要活在最终场景，直到愿望实现为止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对我的感觉，但是每天晚上我都会持续的想象梦想实现的状态。结果啊，在11月的时候，他求婚了。1月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。5月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婚了。而且最美妙的是，我现在过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幸福。这个真的非常厉害，而且还是蛮持续的在想象。8月认识，然后大概失去联络之后，想象了1-2个月，到了10月就恢复联络了。真的很厉害哦！活在最终场景是实现愿望最快的方法。为什么呢？这边有2个点 A 跟 B。我问你啊， A 到 B 最近的距离是什么？很多人会说是直线吧，就是这样子连成一条线。其实还有更快的，就是 A 跟 B 重叠， A 直接变成 B 了，这是最近的距离，根本就不用经过什么直线， A 直接就是 B 了。所以活在最终场景非常推荐给大家哦。那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好了。这里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故事，总共有36个他学生的真实故事，而且都非常厉害。我今天没有爆雷哦，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我没有讲，里面也有很多理论的部分。这个故事呢，是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写信给 Nevergarden 跟他分享的。他说，我跟我老公结婚不久之后呢，我跟他讨论，其实我们最大的共同愿望就是去欧洲住个1-2年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个目标是很合理的，可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比较经济拮据一点，所以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讲真的太遥远了。但是我听到你教导的方法，我决定每天睡前一定要想象自己就待在英国。至于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英国呢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是看了一部电影，里面有白金汉宫，我就立刻爱上了那个场景。所以在我的想象里面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白金汉宫的铁门外，我看着英国皇室的宫殿，我感受到自己的手中握着冰冷的金属栏杆。有很多个晚上，我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喜悦，仿佛我真的就在那里了。我就在这种很幸福开心的状态下入睡。结果没过多久，我老公就在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一个人，那个人帮他争取到在英国的交换学者，而且还有教学补助、教学津贴哦。1个月后，我跟我老公就横跨了大西洋来到欧洲，我们在那边住了1年，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1年了。这些故事听完，是不是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呢？我是真的这样觉得，每次看他的书我都觉得非常感动。这次我真的很荣幸，因为出版社邀请我写推荐序，所以里面有我的推荐序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真的很感谢出版社的邀约，那其实他们都没有给我钱，我完全就是自愿的
因为我太喜欢 Naval God 了，所以我很自愿的帮他打广告这样子。出版社也非常好心，有2本要送给大家哦。抽奖的办法就是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还要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。1个礼拜之后我们就会公布中奖的名单。这个活动呢仅限于台湾地区，海外的朋友就非常抱歉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假设法则，想要更了解的话，这边还有一支影片，里面也很精彩哦，有超多成功的故事，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